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1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小牛资本倒下，千亿平台一地鸡毛；第二个是中国疫情急转直下，黑龙江全省应急状态啊。那我们就今天讲两个主题啊。那么先讲这个小牛资本，小牛资本是深圳的一家大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啊，这个平台最高峰曾经有2800，我看一下哈，最高峰这个平台管理了2800亿的资本，员工过万，然后他的客户有800万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金融平台。那么它倒下了啊，那么1月13号，深圳警方宣布对小牛资本立案侦查，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然后深圳警方对涉案的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就是抓人了啊，但是他没公布抓了谁啊。那么深圳警方说啊，前期侦查中已经掌握了全部投资人的资料啊，不建议投资人前往公安机关报案。如果确有需要啊，那么就可以就近在派出所报案。为什么啊？这个警方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平台规模非常的大，如果真的全去公安机关报案，全部去深圳报案的话，那深圳可能就会出现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权运动啊。那么小牛在线曾经是深圳最大的 P2P 的平台之一啊。那么2013年6月上线运行，累计成交是1171.74亿，注册用户达到608万，这非常大的平台啊。那么在 P2P 清退的这个大潮之下，小牛在线啊，去年的5月宣布良性退出啊，然后当时平台借款的余额是104亿啊，104.19亿，出借人是11万，其实它已经开始慢慢的缩小规模了。那么当时小牛在线公告说啊，近2年这个网贷行业的这个经营环境恶化，然后疫情增加了不确定性啊，所以逐步退出网贷行业，逐步结清这个存量的网贷业务啊。那么在12号，就是在警方立案侦查的前一天，小牛在线1月12号，小牛在线披露了最新的借贷情况，也就是说，他说已经累计兑付了2.38亿。之前网贷规模是104亿啊，那么现在兑付了2.38亿，也就意味着过去半年时间，他只兑付了2.28%，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啥都没干啊，这半年时间。那么其实在2018年，小牛在线就已经传出来暴雷啊。那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情况就是监管部门就跟他说啊，现在暴雷爆的很多，你先别倒，先维持着，等情况好一点再说。所以2年前就其实小牛在线已经爆雷啊，已经传出来要爆雷。那么你可以看啊，当时1年前半年多的时间，他只清退了2.38%，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其实就没钱了啊！他其实2018年其实那会儿他已经没钱了，所以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去年的6月8号，深圳警方通报小牛在线在清理清退的过程当中，发现内部员工侵占这个出借人的利益啊，然后就抓了人。5月27号抓了谁呢？抓了一个内部侵占借款人资金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人姓阮啊。半年之后，小牛在线自己也被警方调查啊。小牛在线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小牛资本有两个机构，一个叫
小牛投资，一个叫小牛在线啊。那么小牛资本注册，2014年小牛资本注册了这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然后先后发行了多期的这个私募基金产品。当时小牛投资拥有这个基金销售牌照，可以对外销售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产品。小牛资本先后发行了稳进系列、共赢系列、进取系列的产品。2016年，小牛资本投资被深圳证监局勒令整改，就是2019年就开始爆出来这个多个产品兑付困难，其实就是违约啊。那么2020年7月，就去年7月，深圳证监局在通报辖区私募基金监管情况的时候，小牛资本被通报存在违规项目。3个月后，小牛投资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被中国证券基金协会注销啊。那么目前没有人知道小牛投资私募基金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还款情况怎么样，也没有公布过啊。那么市场上传言说，这个小牛投资他们的私募基金的规模是上百亿啊，这是小牛资本的创始人叫彭铁啊，这个名字很特别，湖南邵阳人，本科是湖南大学，然后是中山大学读的研究生，曾经在香港上市公司担任这个高管啊。那么创办小牛在线之前，彭铁他其实先去给别人打工啊，叫人人聚财，先在人人聚财负责风控，然后他离开人人聚财，2012年成立了小牛资本啊。那么围绕着小牛资本，那么彭铁涉足3大领域，第一个普惠金融，第二个财富管理，第三个投资管理。那么普惠金融讲的就是 P2P 啊，那么他们旗下包括小牛普惠、小牛在线、小牛新财富、小牛投资和牛鼎峰科技啊，这些公司，它的机构有280个分支机构啊，遍布全国20个省市，员工最高峰达到上万人啊，那么客户有800万啊，800万。顶峰时期，小牛资本管理的这个2800亿的资本，那么但问题是钱去哪里钱去哪里？根据他们的小牛资本的过去的记录啊，2014年小牛募集的钱都投到了房地产，理论上应该他很有钱才对。2014年投的房地产，2015年房价暴涨涨1倍，他不知道挣多少钱2014年之后开始进入资本市场，2016年他做了一件事情，要收购这个同洲电子同洲电子是做机顶盒的中国最大的机顶盒生产商没想到这个证监会不同意，砸自己手里那么2016年又收购西安金融超市，然后又不成功那么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暴雷 P2P 暴雷有几个规律第一个规律就是一大笔钱不见了这第一个规律。第二个规律，一大笔的债还不起这第二个规律。第三个规律，一大规模的苦主无处申诉那么去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宣称那么以 P2P 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意思就是 P2P 这个雷已经拆掉，没事了不会形成这个系统性金融风险。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实还没有，还有一些就是往后延的雷还没爆当然这已经是他们预期当中的事情。P2P 的问题基本上是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监管不到位P2P 源自这个英国这个一个业态，它其实是个中介业务我有一笔资金我可以出借给别人，
然后有人想借一些钱，但是去银行又借不到，那我就跑到我想去找人借，没地方借，好，我就做个平台，你有钱出借，他要借钱，你就把盘放出来，有人去兑，我去中间撮合你成交，我拿个手续费，你付利息啊，就借人付利息，你们之间完成交易。P2P 其实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是不会有信用风险，因为平台只是撮合作用，它收手续费，其实收的就是劳务费啊。那么风险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共担风险。那平台会给这些出借人跟借款人打分啊。那么信用高的，它利率就低一点；信用低的利率就高一点，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业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这也属于普惠金融的一种形态。这件事情跑到中国来，正好李克强推动这个金融创新，这个东西好扶持。本来呢，你应该慢慢的开始法律就开始跟上，监管开始跟上，看他们是不是这么干。但实际上，这个中国人就发现赚钱的方法就来了，就不能够赚慢钱。这个一笔手续费收的什么时候，就开始干什么？就开始拉人上来干嘛呢？你不是有钱吗？放上去出贷，你就不要一一对应了，你直接放到一个水池里面来，我来帮你借出去。这就变成什么？这就变成了银行业务了。银行就是这样的啊。那本来这件事情，中国的监管部门眼睛很尖的，一看见有人来到我的地盘，那都是急急忙忙就要开始监管的，不监管他怎么捞钱呢啊？但是呢，碰到了李克强既然鼓励大家创新，那不好意思吧，所以监管部门就一看领导发话了，就往后一退。往后一退的后果是什么啊？中国的 P2P 一下子全上来，为什么？圈钱啊，完全不受监管的这些现象，就2年之内，中国 P2P 就上了数以千家的这个 P2P 的平台。这个 P2P 的平台，那就是到处去拉钱，这就是融资集资了，大规模的。中国 P2P 集中在2个城市，一个城市叫杭州，一个城市叫深圳。这个小牛资本就在深圳，小牛资本当时就非常，小牛资本其实小牛在线先出来，再出来的小牛资本，它是先把小牛在线搞起来，再搞一个小牛资本啊在上面啊。那么他搞的时间并不是太早啊，13年啊，将近13年才出来，那就不算太早啊。那么深圳、杭州大量的这个 P2P， 现在深圳的写字楼为什么空置率高？就是因为去年、前年这个 P2P， 特别是前年2018年、2019年这个开始清，就是人民银行一发现不行啊，这个不得了，数以万亿的资金跑到 P2P 那去 ，P2P 已经把很多现金，就是它开始影响 M0， 它已经开始影响人民银行的 M0， 因为数以万亿的资金在 P2P 的平台上，那不行，那这个风险太大了，这就金融风险就来了，那就开始唱什么控制金融风险，它怎么办？他不是上规则，他是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就不能干，因为有金融风险，直接他一开始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要把这个 P2P 这行业给铲除掉。因为大家知道修一个房子整修一个房子或者改造一个房子，你付出的时间和成本比一个把那个房子拆掉要贵得多，那就直接拆吧。所以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就是 P2P 不要了。他想的事情是什么？把整个行业怎么安全的拆除掉。那上面的数以千万在 P2P 这个行业当中，出借人，他们叫出借人，其实是融资方。
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啊，中国的很多的中国老百姓，那砸锅卖铁把钱放上去，结果这一口气全灭掉啊。那么万亿资金回来了1000亿都不到啊，一个是个这样的后果，其实是有大量的资金就这样的就不见了啊，这就是这件事情的背景啊，叫什么伤天害理啊，多少消灭了，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啊，很多很多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具体的政策的原因，你想一下，能把钱放到 P2P 平台的都是有一点家底的人，结果全部消灭掉，全部变成穷人，打回原形啊！中国就是以这样子去，你还指望他有什么消费市场能力啊？那么这件事情，这个主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面再跟进这个疫情啊。疫情是这样啊，那么1月13号24时啊，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那么全国新增138例啊，当然我们可以忽略掉这个数据本身，我们只看它的趋势啊。那么趋势就是几十上百100多，现在也是138。那么其中输入病例是14，然后本土是124，可以看到输入型已经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本地爆发。中国现在的疫情形势就是本地爆发。那么本地案例124，其中河北81，黑龙江43。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重点讲黑龙江，黑龙江是新的疫情爆发点。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还有一个地方是山东啊，山东现在也有情况啊。那么今天的重点就是黑龙江啊，但是河北在持续啊。那么这个新增1名死亡病例就是河北。那么重症24例，比前一天增加了3例啊。那么新增加的无症状感染者78例，输入型3例。其中黑龙江68例均为本土病例，现有133例，河北增加4例本土案例，那么现有200例，那么吉林2例，现有16例，广西1例，现有3例，河南新增1例，来自境外，现有13例，广东新增1例，浙江新增1例大概就是这样。你把这个数据大概的乘一个系数就对了啊。那么黑龙江卫健委1月13号当天，那新增确诊病例43例，那么无症状68例，那么黑龙江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应急状态我不知道应急状态是什么我看到的是12月29号，去年北京市宣布首都疫情防控进入应急状态。应急状态他们有特定的指标那么也就是表达一个当地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和决心吧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说法那么黑龙江有3750万人那么就是我不能讲它是封省，但基本上各地就开始进入非常严格的这个管控状态那么其中绥化市是封城封城1周周一封城那么绥化有500万人口绥化当地的居民接受这个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我看到他的一个访问，他说现在无论有没有疫情都要封城、封镇、封村，然后做核酸检测，什么时候封到什么时候没有通知那么你看哈，前一天黑龙江的确诊病例是16例，那么昨天就增加到48例那么增幅是非常大的68例然后就是重灾区是望奎县望奎县当这个县有56个无症状感染者而且应该很快就会确诊。
那么当地哈尔滨也发现了啊，哈尔滨发现，然后现在就是进出社区、进出超市都要量体温、戴口罩、登记，又开始严了啊。那么河北省确诊新增是81例啊，其中石家庄75例，邢台6例。此外啊，河北省新增1例，河北省新增死亡案例，刚前面念过了啊。大体上就是这样。那么石家庄是有1100万人口，邢台是800万。那么现在河北封3个城，一个是石家庄，一个是邢台，一个是廊坊。廊坊主要是因为它接近北京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情况也开始紧张起来。所以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现在疫苗进入我们昨天的题目，疫苗进入临界状态，就是爆发的临界状态。那你可以看到其实东北的主要是从河北去啊，东北主要。那么东北之前的疫情爆发在哪里？爆发在辽宁，一个是大连，一个是沈阳。那么现在是黑龙江啊。那么河北现在影响的地区开始在全国各地都开始有，我们不能叫输出吧，就是河北的一些确诊病人已经在10个省市出现，那么就开始进行这个疫情开始出现扩散的情况。那么我们从去年的疫情的情况是这样。一个输入啊，它的流传的速度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有一个病人由 A 跑到 B， 那么从 B 到 B 开始之后呢，他就开始进行本地传染本地感染。当地的这个疫情调查如果发现有一个人他没有接触到外来的人员，而他感染上了这个疫情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病毒已经在社区待下来了。那么也就是说，社区爆发就是要开始进入社区爆发状态。在疫情所有的阶段当中，社区爆发就是本地疫情的关键时候，因为社区爆发意味着病毒已经在社区当中，在这个社区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它不一定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石家庄他们要把2万人整体的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原因，就是因为社区里面已经有病毒，你怎么隔离其实已经没有意义，因为说明这个疫情在当地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发现。那么当他发现之后，他对这个社区进行隔离措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病毒已经在社区到处都是，任何人都可能被感染。所以现在的情况还有一个，这次疫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无症状感染。无症状感染你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所以你除非中国现在的情况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个，这个人员的流动非常的广泛，这第一个。第二个，人口密度非常的大。第三个就是集体运输系统集体运输系统人口密度很大，那就基本上交叉感染。所以我们现在还判断不了中国有没有进入第2波但是肯定我们数一下，黑龙江从北到南数一下，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北京、新疆再往下是河南然后再往下是湖北重庆然后是广东，大概是这样。上海大概是这样。你至少我们认为基本上比较严重的一些地方就这些地方。那么下一步会怎么样发展？我认为下一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形势跟去年的形势有点不同。去年的形势是一个点向外传输啊，当时一个点向外传输的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他们拖了1个星期的时间，就是发现疫情到上报拖了1个星期的时间。为什么？湖北省，这是湖北省政府的事情。湖北省拖了1星期要开2会，他把2会开完，然后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又拖了将近1个星期的时间。也就是说，从发现到他们开始封城，大概有2周时间。然后他们封城还封得很奇怪，怎么封城法呢？上午通知，晚上封城，然后就是很多人一听说以后就开始这个叫逃难一样的武汉人就开始往外跑，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就是去年的情况是一点，但是出现了一个时间的空档，导致这个疫情向全国扩散。今年的情况是点很多点，而且都是一个以省为单位的点啊，都是很厉害的点。这是一个，但是呢，地方政府又开始阻断。地方政府的阻断有没有效果？地方政府的阻断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阻断只是延缓这个传播的速度，它不能改变结果。我们经常讲，解决疫情的根本手段是什么？疫苗。疫苗是形成这个群体这个免疫。群体免疫其实就是在病毒的四周围建立一个墙，让它传播不出去，因为都是被免疫了。那你现在而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病毒从 A 点到 B 点基本上没有办法阻挡。就算你是我们经常讲，就算你把这个楼封了，就算你把这个村子封了，这个病毒仍然会从 A 村传播到 B 村，只不过传播的时间更长一点。你可以减缓，你可以拖慢它的时间。拖慢它的时间目的是什么？拖慢它的时间目的是让整个的医疗机构不崩溃。因为当疫情一下子过来，一下子传染那么多人的时候，医疗机构会崩溃，因为它根本就接受不了那么多病人。那么进行阻断措施的有效最终目的是让这个峰值一下子不要上去啊，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发生。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疫苗。所以我们讲阻断措施只是延长时间，并不能改变结果。现在的问题是所有人的期望都在疫苗身上，可是你看中国的现在的疫情又开始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非常完整有力的证明了一点，中国的疫苗是无效。如果中国疫苗哪怕有 30% 的有效性，中国的疫情不会是这样的情况。现在中国的疫情你可以看又进入一个不可控的状态，说明中国的疫苗是没有效果的，这跟我们一开始的判断是一样的。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总结一下啊，第一个，小虐资本一个上千亿的平台倒下，那么将会对我现在具体的数字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是数以10万计的投资者啊带来一个巨大的伤害。那么苦主啊，这苦主又是一票苦主，一地鸡毛啊，这是当局从一开始不监管，到后来粗暴执法，就是中共的标准动作。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监管，到后面发现有风险了，就开始粗暴执法，这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另外就是中国的疫情新的关注点是黑龙江，然后河北再继续发生，然后就是山东我们要关注啊。其实北京那边也是很紧张啊，很紧张。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OK， 好吧，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我们也希望国内的网友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疫情的情况啊，特别是你们面对的这个直接面对的这个情形是怎样啊？明谢，基粉谢谢 ，Ancon 谢谢 ，Sophie 萌谢谢 ，Elino 妈谢谢。情况2年前已经听说小牛资本的老板跑去国外，打算不回来了，后来被当局请回来，要求他悄悄地解决一些问题。务求把影响减至最低。小牛约在5年前就租了卓越世纪中心4号楼2层，过了2年退租，换到新号城1都，好像是租了5层。去年这个公司的高管抓着抓不高不低的职位被要求吐回以前的佣金收入，不然就要坐牢。所以我说深圳的写字楼空置率为什么那么高？P2P 暴雷，深圳最顶级的写字楼都是这些 P2P 公司租的啊。观点，我是 P2P 的受害者，他们根本没有人借钱，但是他们会造假标，假的借钱人吸钱变成了资金池，非常正确。观点，我也是 P2P 的受害者之一，18年暴雷到现在爬都爬不起来，和我类似的难友比比皆是，说多了都是泪，是这样啊，是这样。观点，没有欧美那种严格的法律做背书，中共什么都搞不好，从股票到基金，从房地产到 P2P， 甚至福利彩券、彩票，没有了垄断都是一地鸡毛。福利彩票造假啊！你看福利彩票领奖金的那个打扮的什么那个样子，说有一个副主任贪污上千亿。福利彩票贪污上千亿，就是每次他都是他自己中啊，自己安排人去领奖啊。情绪，昨晚看到网上消息，一五款奶粉查出含致癌物，有的时候很悲观，一个连婴儿奶粉都可以造假的世界，难道真的要断子绝孙吗？我很爱国，但我爱的是尊师重道、历史厚重的中国，不是现在这个。本人地处中部山区，我们这代人醒着的人太少，真希望防火墙能倒掉，让更多的人睡着的人醒来。不能全赖强啊，也不能全赖强。这次美国大选你可以看到啊，看到什么？这次美国大选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翻墙出来之后，他仍然跟在墙内是一样，他是翻墙出来改造墙外的世界，所以不能全赖墙啊，不能全赖墙啊。情况，坐标黑龙江，现在省内各地都是封闭状态，每到一地区县都要核酸检测，并且隔离，就是各自封城啊。情况，坐标广州。目前广州地区疫苗自愿接种，但不是免费，每人收费225，不是免费吗？官方宣布是免费啊。情况，坐标北京，公司食堂电梯很多人不戴口罩，有同事旅行刚从哈尔滨回来也没有隔离。情况，坐标北京，上周六在淘宝上订购的农夫山泉瓶装水，今天已经4天还没到，说明进京的货物物流因为疫情管控又出问题了。我相信现在各地的这种阻断全部已经上去了，所以我相信1周之内全国的物流，各地的物流都会慢慢的停下来更慢慢的停下来情况，坐标湖北省，部分事业单位开始打疫苗。我有个在当地事业单位的朋友，因为高血压不能打疫苗，被单位通知放假3天，3天后血压降下来才打的疫苗。他们单位规定不打疫苗不能上班。OK。情况，坐标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今天晚上发现小区门口又出现了去年封小区的抗疫帐篷，感觉是提前做准备防疫情。情况，黑龙江这次应急状态的情况是，所有的城市全部封闭，不论有没有疫情，其中有疫情的地区完全封闭，
除少数保障最基本民生的超市、菜市场等，没有疫情的地区 ，KTV、洗浴饭店容易引起聚集的场所全关，零售行业不关，估计年前基本上就这样，很多生意都废了，原本指望年前旺季能挣点钱，指望不上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第一季度估计跟去年第二季度差不多了啊，所以我经常讲，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经常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啊。情况疫情期间，北京某发电厂的困境，电厂烟气净化设备需要工业氨水，北京为了环保，把所有的化工厂迁到了河北。现在河北的氨水车辆禁止入京，而北京已经没有氨水厂家，电厂氨水库存只够1个月。现在环保部门要求电厂环保不放松，能源部门要求电厂全力发电供热，但是防疫部门和交通部门不批准车辆进京，衙门各管一摊，没有协作，只有铁腕命令，精神分裂的不作为政策，真是办事千疮百孔。它也是一种自保，他明明知道这个氨水厂你不让他进去，这热电厂就没办法运作，但他坚持这个不让他进去，他就没有错，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自保策略啊。情绪看到个视频，河北的卡车司机到新疆加油站不给加油，他说歧视河北人，我相信去年这个时候湖北人也感到歧视。坟头蹦迪的1年过去了，循环又回来，会不会明年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循环等着我们？悲哀。一样的，等你下一次现在河北，然后黑龙江嘛，黑龙江很快就会了，你看吧，轮流，大家轮流坐庄啊。情况，科兴疫苗的巴西3期实验结果显示，有效性 50.38%， 勉强过了 WHO50% 的最低线，并且现在放出来的这种刚好过线的数据，我怀疑这个数据可能就是勉强凑到过线，实际上达不到。你看嘛 50.38 美学，这是个美学数据，对吗？就经常你看国家统计局经常放这种美学数据啊，你说50就不好吧，51又好像又说不过去啊，那就50.38吧啊。观点，不管有没有症状，身上有病毒，就算确诊也会传染给别人，把无症状感染者另外分类，不算在确诊里头，显示中共到现在1年多了，还是不肯诚实面对这个问题，这就是态度问题。态度影响一个问题会怎么被处理。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不把无症状感染者算成确诊，非常正确。这就是中共就是把一切的他不解决问题，或者是他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那就怎么办？那就掩盖问题，这就是中共的办法啊。情绪，修整一个房子比拆掉一个房子麻烦，所以就拆房子。同理，追踪并隔离个别感染者比隔离整个小区麻烦，就隔离整个小区吧。中共治理的粗暴跟野蛮人相差无几，非常正确。情况，我在法国做奢侈品销售，因为疫情的缘故，整个行业受到巨大冲击。今天经理对我说，现在疫苗出来了，下半年应该有中国游客了。我说除了疫情还有政治转向的问题。经理说不会，因为所有的奢侈品都在中国制造，如果中国政府不让国民出国消费，损失的是中国的代工企业。奢侈品行业太自信了啊，他怎么会在乎你的销售呢？啊，那代工企业有多少钱啊？那没有多少钱啊。观点，法国疫情至今还是每天2万新增病例，对比起来，似乎中国这几十人的新增案例根本不算什么。但是我认为法国的数据可靠性很高，一是检测条件和速度大大增加，每个城区都有定点检测点，根本不需要排队。二是法国检测一律免费，很多人哪怕有感冒症状也去家里或者工作点附近的检测点进行免费检测，
所以当检测数据基数大，那么阳性案例自然多。而中国人有多少自己去自主检测排查？官方公布的检测结果又有多少可信度？零可信度，我不相信他的数据。我为什么引用他的数据？我引用他的数据只是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趋势。你比如说，原来公布是5例，当然不是5例，今天公布的100例，然后第二天再有公布300例，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它是在爆发性的增长。那当然它也会改，一看又涨太多了，改小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它不会改到100以下去吧？所以我们只能是通过这就是黑匣子理论啊，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一个打不开的黑匣子里面发生的情况，就是用这种方法啊。情况坐标北京，首先疫苗有效，只是普通人担心副作用。我们是普通公司，已经通知可以自愿打疫苗。我希望你说的算，但是你说的不算。情况北京望京附近的某艺术村全部核酸检测，几千人等待检测，目前全部是阴性。老家哈尔滨香坊区全部要核酸检测，已经让家人提前1周就准备好21天的食品和药品。也感谢王老师提供第一手信息。OK， 谢谢。情况坐标深圳，这里公布小学春节离开深圳前要核酸检测，春节后回到深圳要核酸检测。 OK， 观点，我在石家庄本地5号封城，现在所有宾馆、酒店宾馆已经征用作为集中隔离点。距我最近确诊只有200米，距离点也在1公里之内，出门也不敢出去。还好封城前已经备足了食物。 OK， 情况，昨天下午我70岁和我太太60岁刚在南加州打了第一次莫德纳疫苗，目前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据护士说，第2针反应会大些，还听说曾经感染者反应会更大。 OK， 问题，今天看到新闻称天津三份大桥道雪糕样本核酸阳性，一直不懂这个声称人传人的操作，比如电脑核酸报告阳性，工人捡起地上的冷冻肉后被传染等等。除了国内，目前我没有看到另外任何一个国家说误传人，包括冷链物流传染的疫情。诸如此类的报道和每天源源不断增加的境外输入病例，感觉一直在把舆论往一个方向引导，就是甩锅境外。请问王老师，了解所谓的误传人的情况吗？误传人是有可能的。什么可能呢？就是一个感染者他接触了一个物体的表面，那么物体表面就有病毒，那个病毒会在物体表面存活一段时间。那么在存活的期间，另外一个人又接触了这个物体，当他接触这个物体就摸到了，就携带了这个病毒，然后他就感染，这是有可能的啊，这是有可能。但是冷冻肉呢？冷冻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这个病毒适合在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存在。但是冷冻肉理论上来说，它应该有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么长的时间，我就超出我的知识范围啊，这是一个，就是冷链这个领域。另外一个问题是，其他的这个物品跟物品之间的接触。香港在 SARS， 就是在这个非典期间，他们做了一个我觉得香港人做的非常对的事情。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是清洁电梯。像香港人口密度世界第一吧，不是第一就是第2吧。他就是每隔15分钟，10分钟还是15分钟，清洁这个就有清洁工就去擦这个电梯，用消毒水去擦这个电梯的这个按钮啊、门把啊等等，每天都做这样的动作。所以为什么香港的这个疫情防控做得很到位，控制得很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就这个原因，就是经常擦，用酒精擦
擦这些有很多人摸的地方。为什么会在公众场所会出现交叉感染？就这个原因，这个动作做的要很重要。那么至于说他们天天讲这件事情，当然我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他们就是中共讲的舆论引导在里头，但是其实没有意义啊，我认为没有意义。一个正常智商的人都知道，病毒从哪里来？病毒是中国传出去的，好吗？所以你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但是一个被洗脑的人，他的想法就会是另外一种想法啊。观点同意50.38是美学数据，因为本来说70%多，到后来发现那个只算了严重症状，所以70%已经证明是美学数据。那么这个50.38也有人质疑，实验人群中有几千人不算在结果内，也没有解释。OK， 情况坐标石家庄市政府之前说的继续隔离7天的日期马上就到了。完全没有放松的信号。今天看看京东买的东西，配送日期从16号改到了21号，瞬間明白，还得继续隔离7天，估计还要做第3次核酸检测。搞成就更不容易了。千村2万人正在定建设500亩的集中隔离点，有这个必要吗？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啊？我刚才解释过了啊。这个动作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有依据，就是当你发现本地传播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之后，病毒已经在这个社区当中已经扎下根来，然后也就是说，当你采取隔离措施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病毒已经在这社区里面，很多地方你不知道在哪里。那你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对这个社区进行全面的完整的消毒，消灭它。但是如果你要对它进行完整的消毒，你要把人搬走，进行完整的消毒，而且你可能要做一些很极端的措施。所以搬村这件事情，从医学上来讲是成立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中共一件正常的事情，它就一定会千疮百孔。那你搬的时候你怎么搬？然后搬的过程，然后搬到哪里去？对面的这个配套措施怎么样？对面的这个配套措施已经隔离措施怎么样？那就是一塌糊涂。你都不用告诉我，我就可以告诉你，那叫人仰马翻，一塌糊涂，一定是这样。为什么？中共就是这样的水平啊，没有别的啊。中共这些年来不就是这样的水平啊？情况，我17年买过 P2P， 买了5万多，后来觉得利率高的不正常，提前跑了。想想真的庆幸，我的同学一个10万，一个12万全没了。情况，海航集团下面有多个 P2P 平台，吸收大量老百姓的存款，其中大部分是海航内部的员工，有员工在海航工作10多20年的存款都被套进去，甚至出于对海航的信任，带着亲属朋友把身家放进去，不乏被套1000多万的员工。3年前海航提出良性退出，3年过去了，连良性退出方案的5%都没有做到，同时还拖欠工资。对于飞行员更是通过各种考核整顿的方式进行施压。飞行员是终身合同，基本无法流动，也不是无法流动，就是赔了，看有没有航空公司愿意给你付了啊。不过它也是有时限的啊。海航这就太过分了啊！当然，现在你可以看啊，中国这些企业都没有底线，连自己员工都去坑，那是不想过了的样子啊。观点，特意等到直播来表示支持。1年多来，每天看王先生的频道，没有一期遗漏，包括会员节目。非常欣赏王先生对于时事新闻的敏锐和透彻分析，特别是近期对美国选举的分析，始终保持客观冷静和中立。不同于其他的 YouTuber 对于川普落选近乎歇斯底里的偏执状态高下立见。我取消了多个中文主播频道，我将继续关注王先生，也会员继续下去，希望王先生继续自己的风格，因为您并不孤独，有我们的支持。谢谢。
啊，谢谢，我会继续坚持啊。情况，我家老头在油管关注了 CCTV， 呵呵，那一代人知道 CCTV 是假的，但就是要信，每天看国内的报道，我都感觉我的智商被按在地上摩擦，好吧。提问，王老师，周末和父母聊天，收到中国的确诊数字，我说不可信，可是父母信誓旦旦的说，现在每天卫健委都有实时数据更新，没有人敢谎报，所以这个天没法聊，我该怎么办？你就换个话题呗。父母嘛，他们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愉快的度过每一天啊，所以这个问题你不必非得说服他，他有他的人生际遇嘛，是不是啊？所以不必跟他，你就去谈点别的吧啊。情况，法国赛诺菲的疫苗迟迟没能上市，法国媒体一片质疑声，因为美国 Moderna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是一名法国人，与美国辉瑞合作的德国 BioNTech 项目负责人也是法国教授，所以法国一直问为什么法国本国的疫苗速度慢。我觉得一个敢提出问题和自我批评的国家还是有希望的啊，而中国的疫苗是否可靠，只有天知道。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撤销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访问台湾行程的原因是什么？是疫情的因素还是其他因素？还是因为交接吧？本来国务卿蓬佩奥也有出访计划，是去欧洲，但是因为交接的这个问题，所以就全部停下来，不出访，完成交接，是这个原因啊。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也有，那肯定是什么？肯定是拜登团队不喜欢，川普政府，你应该现在的重点的任务是什么？重点的任务应该是交接嘛，因为马上就要新总统就要这个就职了，那你现在不尽快的把重点工作放在交接，你还到处跑，不合适。这个话在理啊，这个要求也合理啊，所以。中间肯定有这个拜登团队的因素在这里头啊。明谢于子，谢谢啊，黄增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